荷兰拳王一夜 KO 3位中国搏击猛将，来华征战5年，连续击败18位中国悍将。他就是欧洲最强贵公子，荷兰飓风阿尔伯特·克劳斯。世界战力格斗有4大天王，而他是天王之首。职业战绩89胜48次 KO 对手，在国际擂台上，无论是破坏者安迪萨瓦，还是日本的磨砂豆，甚至是泰拳王子波球，通通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巅峰时期的克劳斯，放眼整个世界都没人是他的对手，堪称独孤求败。他是天生的搏击王者，是擂台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飓风，更是众多中国选手的噩梦。一时之间，竟无人敢出面迎战。然而中国小将李壮壮选择迎难而上，立誓终结克劳斯对华不败的战绩，以此来捍卫中国搏击界的尊严和荣誉。李壮壮绰号日月武圣，职业战绩13胜8负8次 KO， 在克劳斯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而结果也不出意料，李壮壮连续2次挑战克劳斯均以失败告终。很多人都笑话他想要一战成名却挑错了对手，甚至国内很多网友都嫌他太丢人。但俗话说得好，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从头再来的勇气。李壮壮根本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向克劳斯发起了第3次挑战。这一次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势必要将其拉下神坛，为前面的18位兄弟报仇雪恨。比赛开始前，望各位兄弟动动手指点个赞，祝大家一夜暴富。接下来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比赛开始后，克劳斯也是先发制人，前压的同时利用扫踢进攻，李壮壮也不慌多让，使用扫踢予以还击。两人在腿法上的互拼非常激烈，毕竟都是第3次交手了，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试探，上来就是真刀真枪的对攻。这赛他在拳坛真的是征战20余年了。对，02年就拿到第1个 K1 Max 冠军。这么多年能一直保持这么好的竞技状态，确实是要付出很多的辛苦。李壮壮现在应该不仅仅是李壮，应该全世界几乎所有战力格斗都对克劳斯比较了解了。对，克劳斯不愧是拳坛老将，在气势上的压迫还是非常足的。作为曾经的王者，他绝不允许自己后退。而李壮壮在经过2次失败之后，打法也更加的稳健。他决定利用自己体能上的优势，先利用拉扯和防守反击来保持自己的体能，然后在比赛后2回合再发力。当时李壮壮23岁，克劳斯38岁，一个是当打之年，一个是迟暮之年。李壮壮深知只要不被对手 KO， 到了后半段的赛程才是自己发挥的时刻。而且这个克劳斯的拳路角度啊都比较多啊。对。而且还有顶膝、低扫，其实他用的都是得心应手啊，是很全面。我记得很早之前高扫也是对阵中国选手的高扫也是出现了重击逐秒这样的，所以克劳斯真的是非常全面。李壮壮这次第1局打的还是相对保守一些哈，对，没有完全放开。好漂亮！哎呦，这个克劳斯这个后手拳往下压的非常狠，是，有点像上一场郑昭玉也是这种打法，对，而且郑昭玉之前也是跟克劳斯打了几次啊，对，是输给了克劳斯，后来郑昭玉还去和克劳斯一起训练啊，对。比赛就是比赛，一定要吸取别人很优秀的地方。是。好，一个帅。克劳斯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而李壮壮的防守反击也很到位，连续使用高扫拉开距离，虽然不慎滑倒，但影响并不大。此时第1回合结束，总的来说第1局两人还是很谨慎的，毕竟对彼此太过熟悉，克劳斯的压制性很强，这是作为王者的骄傲。但李壮壮也毫不畏惧，你打我1拳，我还你2拳，相信接下来的对抗会更加精彩。包括这种角度啊、路线呀，对。
好，第二比赛来到第2回合，克劳斯依旧在展现他的强大，连续使用扫踢和刺拳干扰，而李壮壮凭借着灵活的身法，在闪避的同时也能打出反击。别看场面上克劳斯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可实际上两人造成的有效打击是差不多的。就李壮壮前腿的中扫啊，用了非常的多，对，效果还不错啊，对。顶击。李壮壮在这个拳法的连续性上还是比克劳斯要。从画面中不难看出，克劳斯的体型明显比李壮壮大一圈，而且作为曾经的王者，无论是力量还是技术都堪称全面，全身上下几乎没有破绽。李壮壮想要有所突破，就必须攻其不备，所以他不断的使用低扫来进攻克劳斯的支撑腿。漂亮前手的摆拳，应该还是持续的输出这个低扫哈。但是克劳斯在关键时刻变化会非常多，对，就是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强，对。啊，又是前腿的中扫。到第2局，两个人这个节奏越打越快了。克劳斯今天这个内外侧的低扫都有。两人在经过一轮激烈的对攻之后，李壮壮一个低扫将克劳斯干翻在地，台下的观众欢呼四起。虽然只是一次简单的击倒，但对方可是克劳斯啊，压在中国搏击头顶的一座大山。这一次击倒对李壮壮的气势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李壮壮有一次和孔令峰打比赛的时候，其实就是中扫换孔令峰的低扫，对，当时孔令峰是反架，孔令峰的后腿低扫呢，就是踢到李壮壮前腿内侧，对，所以当时对李壮壮是有一定打击的，对，影响非常大，对。转身圆拳，这是顺势的。李壮壮的拳应该要再打低一点，对。李壮壮其实刚刚做前腿低扫，克劳斯也有反应，中扫、高扫都有。对，克劳斯深知自己体能不如对手，所以才会不断的前压，硬顶着李壮壮的拳头也要拼内围。但李壮壮却根本不给机会，连续的中扫重击将距离拉开，同时顺势打出转身边拳，并且还做出挑衅动作。由此可见，李壮壮的心态还是很好的，他始终将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位置上，和高手对决，哪怕是输了也会有很大的收获。第2回合结束，李壮壮逐渐开始发力，无论是中扫还是转身边拳，对克劳斯都造成了不小的干扰。但李壮壮也深知对手的强大，他很清楚想要 KO 克劳斯有多难，所以在战术上还是以积累点数为主。克劳斯短暂的休息过后，双方进入第3回合决胜局。克劳斯连续使用刺拳进攻，虽然速度很快，但杀伤力不足。为了延续自己对华不败的战绩，这位老将也急眼了。而李壮壮却不慌不忙，见招拆招，因为第3回合是他的主场，主打一个防守反击，瞅准机会就是拳腿迎击，继续为自己创造点数优势。对，漂亮，打得准，好。其实克劳斯有反应啊，对，刚刚这一下打得很实啊，又是一个，对，这个叫一个半摔吧。李壮壮还是应该有啊，还是持续的多做，对，打准。拳背再往下压那么5公分、10公分，到这个距离，克劳斯是优势会比较明显啊。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克劳斯在悄然间改变了换架，换成了右手右脚在前。这说明李壮壮之前对他左腿的扫踢产生了效果，8成是腿被踢麻了，不得已改变一下支撑腿。而李壮壮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瞅准机会继续扫踢对手的左腿。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对于克劳斯来说，这是最艰难的一战，而对于李壮壮来说，这是离胜利最近的一次，也是将克劳斯拉下神坛，为前面18位兄弟复仇的关键之战。所以两人都不再保留，全力出手，试图终结对手。过多的运用，
对，就是偶尔破坏对方一个节奏，对，还行。好漂亮，前手。克劳斯还是这小技术还是掌握的好。对。这两个人现在是前手同时的互换。此时克劳斯的体力下降非常严重，身形摇摇晃晃，李壮壮抓住机会就是一记顶膝，克劳斯一时之间竟无从应对，而李壮壮的动作越来越大胆，并不时做出挑衅动作，在擂台上蹦蹦跳跳，游刃有余。克劳斯相当生气，抡起拳头打了进去，结果却被李壮壮灵巧躲避，反手还掏了他一拳。李壮壮的确是这个挑衅动作也挺多。前腿的扫踢。最后阶段克劳斯把这个架势又换回来了。后手拳不错，压着拳，这个机会掌握了。最后阶段克劳斯已经是精疲力尽，而李壮壮却开始了疯狂进攻，能够 KO 对手最好，即便不能 KO 也要打出更多的点数优势，连续的中扫加顶膝打得克劳斯难以招架。顶膝。再一轮李壮壮的表现。此时第3回合终于结束。俗话说拳怕少壮，克劳斯虽然是曾经的王者，但如今已经38岁，过去了属于他的巅峰时刻，能够坚持打完3个回合实属不易。可即便如此，他也为我们展现了超高的竞技水平。很清晰。对。最后裁判一致裁定李壮壮点数占优，赢得最终的胜利，成功终结了克劳斯对华不败的战绩，也为前面的18位兄弟复仇成功。赛后两人激情相拥，颇有惺惺相惜之感。李壮壮的第3次挑战终于获胜，这其中的压力与背后的汗水可想而知。而天王克劳斯即便败了，也依旧是传奇，因为他败给的是岁月。对于这场比赛，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